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正在飞往首尔的班机上，这真的是睽违3年的飞行了。我总共到过首尔10次，但这一次是完全没做事前功课的状况下出发。这个原因让我们回到2022年的年底吧。前一集有谈到12月底甄试教授的鬼月，课程校内外繁重的会议，学生的口试，工作真的是一波又一波。等到回魂过来，圣诞节已经到了。因为太忙，圣诞大餐只有用简单快速的肯德基来打发。国科会计划在12月31之前准备送出时，竟然网站宕机。后来还好有送出了，就这样迎接2023年。1月的工作日开始，我又忙着开会，例行会议一个又一个，日子过得很充实愉快，但是除了线上申请韩国旅游签证外，我竟然都没有准备出国的东西。就在出国前一天，发现首尔天气是零下，赶紧采购发热衣，找了很久都发现没有合适的，赶紧跑到另外一家来寻找，还好小号 size 非常多，立刻采买。到了首尔才知道我超级耐寒的，发热衣根本用不着。准备出发。旅行通常在这一刻是嗨到最高点的时候，为了提升辨识度，选了一个超级粉色少女感的行李箱给老公。因为隔天飞行时间是上午6点，前一天决定先住机场旅馆。Novato 是我从桃园机场出境常使用的住宿点。农历新年将至，旅馆的布置也非常台湾新年风。旅馆里里外外都挂满了红色灯笼。每天忙着，一转眼真的就是要过年了呢。以日语的说法，这家饭店的房间水准是安定的。虽然很累了，还是让大家来看看我行李箱的内容吧。粉色保丽龙是预计到首尔才买泡菜所准备的盒子。这里先破梗一下，后来在首尔买了泡菜装入保丽龙后，因为泡菜只能托运不能手提，所以在首尔机场的海关，泡菜只好被丢弃，只能安慰自己买的是中家，台湾有进口，所以才不伤心。这是老公整齐的行李内容，那么我们今天就晚安了。上午3点半起床，整理一下，就坐上最早的接驳车前往机场。这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接下来即将要发生的糊涂事。在机场柜台办理手续时，地勤小姐一直找不到我的机位，后来才发现老公把我名字写错一个字母，为了这个字母办手续很久，早知道他应该把我写成孙艺珍的，反正都要花钱了。终于要登机了，沿途壮观的机队，终于有要出国的真实感。很开心跑到靠窗的位置，想要拍摄起飞的一瞬间，结果各位你们没有看错，我们慢动作再来一次。以上谢谢大家。回顾了这么多精彩的画面，现在我们又重新回到飞机上。飞机餐来了，只是在强烈的乱流下吃白酱的感觉，超刺激的，但我还是吃光了。
快接近首尔了，从天空俯瞰，到处都是山，好壮观，好美丽。准备降落了，睽违10年的首尔，内心真的又期待又感动，只是我没有发现左脚的鞋底垫在飞机上脱落，就这样直接下了飞机。出飞机后，2脚一高一低，我还不清楚发生什么事。直到右脚鞋底也脱落时，才发现左脚早已没有鞋底垫。出关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人称机场的 Mark， 脱掉鞋子引来侧目。然而事情还没有结束。我强烈建议各位到首尔时，最好是买 T-Money， 就相当于我们台湾的悠游卡，因为比较方便，可以到处进出，不要买一次券哦。一番折腾，终于出了捷运站，抵达旅馆的所在地。旅馆的 lobby 很 rock 的感觉。这是房间的内部，干净舒适。网站上买到2人机加酒4天35000元台币的价格，比起国内的旅游来得合算。这是仿照国外 YouTuber 的动作，向他们致敬。首尔闹区果然是人的口密度非常的高。已经下午2点，要吃中饭，但我心中想着，来到首尔那一定要去完美咖啡厅啊。但是对于祖籍山东首尔初体验的老公而言，他心中的完美咖啡厅就是这里，雪浓汤店。这家雪浓汤店就在旅馆的附近，非常有名。我们点了雪浓汤、牛筋汤与大水饺。韩国餐厅最令人开心的地方就是主餐的分量即使不够，泡菜也可以吃饱饱。这几天的餐比较起来，这家的泡菜是最好吃的。摆好角度准备拍吃播，汤饭店的碗真的太大，满满的存在感。老公吃得非常满足，我还在思考待会怎么去完美咖啡厅。不过在那之前，先来买鞋。完全没做功课下的误打误撞，才发现进到首尔超有人气的鞋店。我的目标只锁定在马上可以走路的鞋子，所以就专注在这几双鞋的身上。后来在网络上发现这家店还有贩售其他衣物哦。我因为受限于服装，从不穿运动鞋上街，这一次真是自我突破。在一旁的老公没有闲着，他突然也开始试穿鞋子，然后就买了。这一天气温零下5度，趁吃完雪浓汤的温暖感，决定到弘大附近逛逛。到首尔这么多次，第一次住宿在弘大附近。我本身也是大学老师，对于满街充满着可爱的大学生，反而觉得亲切。周日下午，弘大附近的广场有很多表演活动，表演的人很卖力，游客跟考完试放假的学生都很开心看着表演。这个表演者叫做 MIK， 他调侃自己说 Made in Korea。他的表演水准非常高，绝无冷场。也因为这些街头艺人的表演，附近餐厅、咖啡厅人潮汹涌。一边看着表演，我突然看到旁边的 Seven， 下一秒立马冲进去。对于游客来说，台日韩的小七真的是一种 Amazing Grace 般的存在。特别是日韩两国的小七充满了当地有特色的熟食与零食。
除了一些传统的韩国药果以外，日韩的零食看起来差不多。如果同质性高的，我会选择在比较价格便宜的韩国采买。令我惊讶的是一整面墙的泡面，全亚洲最热爱吃泡面的应该就是韩国人了吧。除了泡面以外，整面墙的火腿、泡菜在视觉上很有震撼效果。巧过去在东京时，常常有吃火腿培根的机会，看到这些食物竟然有一种怀念。街头的小吃单非常的多，最受女生欢迎的是这种新鲜水果糖葫芦。这些糖葫芦主要以当季水果，就是草莓跟麝香葡萄为主。因为是学生街，这里的甜点店、餐厅价格都很公道，食物也看起来很美味。不过在这里，我每天午餐都吃太饱了，因为已经没有吃甜食的空间，加上日走2万步，回台湾还瘦了1公斤。本日最后行程超市采购，结果遇上1个月2次之一的休息日，超市竟然公休，那就逛超市楼上的无印良品。韩国的无印大致与台日差不多，但厚外套的选择性很多，所以老公又在这里采买了1件大衣。来到异地的第一天，最担心的就是生食。但是看到这家新开的酱蟹店，满满当地人正在排队，下一秒我就受不了了，立马冲到店里头等待后位。店中的工作人员不太会讲英文，但非常的热情接待。我用微薄的韩语能力想办法点到丰盛的2种酱蟹餐。这顿酱蟹是我到现在仍然回味的韩国餐点，真的很棒。我期待能够跟他再度相遇。最后加播本日的老公的战利品，大家看一下。而我的战利品现在在脚底下陪伴着我。虽然这次旅程的第一天不是很 lucky， 但是 I'm so happy。谢谢大家。